当年的解放战争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抗美援朝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中印边境战争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珍宝岛之战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西沙海战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对越自卫还击作战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祥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鹰派主张双重承认台湾和大陆，我们必须抛弃幻想，准备战斗。本期节目开始，我想先把最重要的观点抛出来。当年的解放战争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抗美援朝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中印边境战争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珍宝岛之战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西沙海战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对越自卫还击作战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一个都没有。解决台湾问题，那种万事俱备再动手的说法，一定是出于阻挠和拖延两岸统一的阴险动机。台湾问题不能再拖了，越拖越被动。美国政客串台已经上了瘾，特朗普政府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从4月26日起访台7天，他刚到台湾2天就放出很重磅的言论，说什么台湾已具备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，呼吁美台恢复邦交，为台湾提供全面外交关系，并让大陆和台湾同时成为联合国会员。他这话在演讲现场博得掌声与喝彩，足见博尔顿的反华立场是多么的强硬，而现场博得掌声与喝彩，也足见台湾政客们的独立愿望是多么的强烈，立场是多么的坚定。这就首先引出这样一个话题：和平统一还有希望吗？我的看法是极其悲观的，因为3大要素已经决定了两岸和平统一基本不可能实现。外部因素主要是一个，美国及日本、韩国、英国等等美国跟班国家都在致力于支持台独分裂势力，他们都不愿意看到因为两岸统一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，并且还会失去制约中国的最大筹码。在很多国家看来，能够勒紧中国的绳索就是两岸问题，因此美国及盟友这2年来都在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，意思很清楚，两岸绝不能统一，因为台湾当局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不会同意两岸统一。如果中国要实现完全统一，那就是单方面改变现状了。拜登和岸田文雄等人甚至放出了联合保卫台湾的言论。内部因素则有2个，一是台湾当局和政党都拒绝两岸统一。如果说民进党是明独党，那么国民党、亲民党之类的党派就是暗独党、带独党、脱统党。比如马英九当年的不独、不统、不武，核心是不统。不独不武是因为没有实力不敢而已，还生怕因此引发大陆动武，被迫接受统一，所以用不独不武来稳住大陆，忽悠大陆给台湾提供无尽的惠台政策，让台湾发展经济、强大军事力量，以武拒统。二是主流民意不支持，在台湾当局、媒体和教材几十年的灌输下，台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认可度越来越低，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也很低，这正是我们两岸统一的最大痛点和难点。博尔顿在台湾的演讲中还提到，只要台湾存在一天，中国大陆每天都觉得是被冒犯，台湾示弱才会真正迎战。他强调，在美国为台湾提供全面的外交承认之前，美台必须进行更深更广的战略对话，除了讨论对台军售，还应协调如何分工来应对北京攻台。等中国大陆真正发动攻击时再讨论就太迟了。实际上，美国最近的种种举动已经正在进行这样的前期准备工作了。博尔顿说，等中国大陆真正发动攻击时再讨论就太迟了，这句话对我们的警醒必须很大才行。如果等到美国、日本等国和台湾当局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再来动手，那才是太迟了。解决台湾问题，谁都能永远找到没有准备好的理由，因为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把之前的准备好变成没有准备好。台湾问题不能再拖了，越拖越被动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